昨天那个发视频跟大家说过啊，就是说跟大家聊一聊现在的采耳店比较多，然后喜欢采耳的人也比较多。我们来聊一下，就是如何快速判断一个店是否专业，包括一个技师是否专业，让大家在这方面去少踩一些坑啊。然后就会有网友给到我一些回复，那我们就网友的问题，我们来聊一聊。这个网友大概意思就是他在本地有一家采耳店。她是固定的一个大姐，她说技术特别好，然后她所有的问题基本上一个工具就可以解决，一个工具可以解决，其实是有点夸张了啊。但是她说的其实也是在理的，因为专业的采耳师或者是好的采耳师，他能给你采耳的过程中带来一种让你安静下来，然后你会觉得掏耳朵特别舒服。当你能静下来的时候，其实你就会有一种想要睡觉的感觉。当你想要睡觉的感觉的时候，那你的这个时候的你的大脑就是特别放松，特别轻松。所以这个耳采完之后，你就会觉得，哎，采完耳之后，我好像整个人轻松了不少，或者是说，有一种得到释放压力的一种感觉。因为我之前也出去采过耳，就是采耳的话，那个技师恨不得他30几个工具，然后全部都给你用一遍。但是你要想，他在比如这个采耳15到20分钟，对吧？一个时间，如果你频繁的去换工具，换10几个工具，等于你一个工具也就1-2分钟，你就在换工具，其实会让你造成一种非常非常不舒服的一种感觉。本人亲身体验的啊，就是我们自己其实也不主张，就是频繁的去换工具，因为采耳本身它是一个心静的一个点，你自己要静下来，然后你带给你的客户他也能静下来，所以你不停的在换工具，其实是静不下来的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你频繁的在换工具，你其实会觉得没那么舒服，因为他刚弄到某一个点，你可能觉得哎，我这个点特别有感觉，或者哎这块就是痒。当他没有把你的痒给你止住，然后你舒服还没舒服够，他的工具已经结束了，然后他要换下一个工具，下一个工具也许还没有上一个工具舒服，所以就会导致你这种体验感特别糟糕。当你的体验感糟糕的时候，你不舒服的时候，其实采耳有时候人还容易毛躁，就遇到一个不好的采耳师，然后采不到你想要的那个舒服的感觉，或者是他本身弄来弄去给你一种就是不专业，或者是说弄得不舒服，其实那个人的情绪是很容易爆炸的，很容易爆炸，你瞬间会觉得心情立马不好了。其实按摩，你出去如果做按摩，这个按摩师你觉得他可能按的不怎么样，干嘛，你都不会说立马你的心情就特别糟糕，你的情绪马上就被撩拨起来了，那个火好像就要发那种感觉，你都不会。但是采耳其实是会的，采耳是会的。经常去采耳的人啊，看到视频里面可以评论一下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来讲下一个问题啊，我们来讲下一个问题啊，下一个问题就是。这有个网友说，他家楼下有个足疗店，然后他想去采耳，然后他就去了。去了之后，然后他说，大概意思就是采的不干净，然后很简单，所以他觉得这个钱花的非常不值，就跟把钱扔了一样。其实这种感觉我也有过，就是因为我有时候会出去做按摩，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做按摩，做了一个90分钟，做完出来之后，我没有一点点觉得轻松的感觉，我就觉得浪费我90分钟，先不说浪费钱，所以也是感同身受啊。所以在这里我也就这个问题跟大家聊一下。其实我强调过很多次了，就是我们干什么，然后就要去找什么专业的地方，会更靠谱一点。专业的还有相对没那么专业的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还不去找那种稍微专业一点的，那就更不靠谱了。其实这里面你们懂的，有的现在挂着采耳招牌啊，太多了。因为喜欢采耳的人，这个群体其实也挺大的。因为采耳舒服嘛，对不对？舒服，那大家就舒服的事情肯定是受欢迎的，是不是？这是人性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去找专业一点的店。那在这里跟大家聊一下，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判断这家店是不是专业的。首先第一点，你要看他店里有什么项目，他的项目如果太杂了的话，他的采耳不一定会很专业。这个东西我没有绝对的啊，我在这里也不是说说谁家好谁家不好，我只是很客观的站在我的一个从事了这个行业将近快10年了，
然后我站在我自己也会观察市场嘛，因为我做这个行业，我肯定会去观察市场，了解行情，对不对？我也会线下接收到很多客户，客户会给我反映好多的一些信息，然后包括我自己，我也是一个消费者，对不对？我附近5公里的店，我没去过的，我多去过，所以我觉得我是有发言权的，对不对？你像首先第一点啊，你要看他的店的项目杂不杂，如果项目很杂的话，就是那你就慎重考虑了。当然，他这种店可能也会有老师傅，或者老师傅踩的还可以，但是你能不能碰到那个老师傅不好说，或者他店里有没有老师傅，这个也是打问号的啊，打问号的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的话，其实你要看。首先我们没去到这家店，我们是要通过这个去判断的。然后你要看它的价位，不要便宜没好货呀，对不对？你不要看便宜啊，就比如有的地方采购，根据你们当地的消费水平来说，它就是平均就低于你们当地的了。肯定是你也要慎重，不能说便宜的完全不好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慎重，然后可以去看看它的评论。我觉得看评论也是判断一个店最好的一个那个最直观的。这是你还没有去到他店啊，比如你想了解这家店，但是如果你进到这家店之后呢，那你首先要看这家店它的环境干不干净，我觉得很重要。因为采耳大家都知道想找一个干净一点的地方，对不对？然后别因为采个耳朵有发炎啊，什么不干净啊、感染啊，这一系列问题其实是所有去采耳的人都会担心的。那你要判断，既然你都到这家店了，那你要判断一下它这个店干不干净，包括它的一些东西摆放整不整齐。如果一家店的东西摆放都不整齐，然后都不干净，你觉得会干净吗？我是持怀疑态度的。这是第二点吧。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你通这个技师，比如你已经选择做项目了，对吧？你躺下了，这个技师在他的拿东西，他有没有轻拿轻放？专业的采耳师不管干什么，一定是轻拿轻放，说话声音会比较低。这样的采耳师，他在给你采的过程，他可能会相对温柔一点。还有在他接触你那一瞬间，他的动作就是有没有特别，你懂吗？是这样。我们一般干活会是这样会缓慢，然后他在接触你握灯啊什么的，他是不是很轻的去接触你那一瞬间？还是说，比如这是个灯，比如说这是个灯吧，咱随便拿个东西啊，比如说是个灯，对吧？啪你就怼过去，怼到你耳朵上。不是的，我们是这样轻轻的挨着你，是这种感觉。其实从这3点你一进去，然后你一看，你一躺下，他一碰你，其实你就已经能分辨出很多很多东西了。大概大家可以，你就几乎是心里知道这个耳朵掏的接下来会怎么样了。这个视频就这样吧。